你是不是会这样？出去旅游参观完景点后，路过了纪念品商店，就总忍不住要走进去买点战利品回家，仿佛只有这样子做才能更好的记录这趟旅程。我在去年前半年的时间呢，都在亚洲国家旅游，也去了很多美丽的景点。每次当我想要买一些纪念品，我朋友都会在一旁说：“哎呀，你买这个冰箱贴，在网上随便搜一下，就是几块钱批发价格就能获得一大把。”然后瞬间我那个购买欲望就没有了。可现在问题在于，随着大部分景区逐渐商业化，市场上充斥着大堆类似的纪念品，很多物品也是很容易被复刻出来的，以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纪念品都是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小商品。如果你曾经也有买了回家后就放在一旁落灰的纪念品，那今天这期视频呢，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这些景区的纪念品是否值得这个价格，这样你可以更清楚的判断哪些纪念品值得带回家，哪些只是徒增行李重量。回头看这些纪念品，甚至还有些多余。当我们去到任何一个热门景点，总会看到一些五花八门的纪念品，比如冰箱贴啦、徽章、帆布袋、明信片、书签、钥匙扣。很多人买纪念品的初衷呢，都是希望带回一些只有在当地这里才能买到的东西。让我们现实点好不好？我们买的这些某个特定景点的纪念品，可能你在几个其他不同的旅游景点都能见到一样的款式，只是印上了不同的地名。然后你上网一查，再对比一下你买回来的价格，这些纪念品在网上的实际售价极低，你的心是不是瞬间在滴血？我理解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也是，作为旅客，对于景区纪念品这种情感需求，尽管网上有很多的复制品，价格更低，但是毕竟来到了这个景点，在当地能买到的纪念品，才能更加体现出这件物品的价值和所承载的旅行回忆。此外，也是通过我这次旅游时发现的，就是一些景区推出的限定联名款的文创纪念品。就比如说我在南京去了一个非常有名、非常大的动物园，真的毫不夸张，去那里买文创的人比去看动物园的人还要多，一排就是排上1个小时的队伍。店员会跟你说这几款只有在景区我们这个店里才能买到，你出了景区之后呢是买不到的。那我也承认，我就是那个站在太阳底下跟个傻子一样排队1个小时，就为了买几个毛绒玩偶。那对于景区来说呢，这种策略很聪明啊，因为一个简单的玩偶，消费者是不会花时间排队去买的，但是他们利用了消费者对于物品的占有欲，以及你对这个牌子有的一些特殊情感，让你觉得不来买就亏。还有啊，他们的价格普遍都很贵，不是因为他们的制作成本有多高，而是景区会故意搞限量。实际上等冷静下来之后呢，你会发现自己花了高价买的联名纪念品，往往只是加了一个 logo 或者是改了一些设计，实际上啊和普通纪念品没有太大的区别。这不是在打击大家买纪念品的心情，而是希望你更好的去思考，花几百块钱买一个到处都能见到的纪念品，真的是一种值得的消费吗？那除了以上我提到最常见的纪念品以外呢，还有手工定制的物品。说实话，如果你让我选择，我愿意多花钱买一件手工定制的纪念品，而不是那些到哪儿都能买到的商品。因为手工定制会给人一种独特性，这件物品专为你定制。我知道一些在景区里摆的摊位，有部分人是真正的手工制作者，他们以摆摊的方式让自己的作品能迅速曝光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一些手工制品能让我在其他景区的商店里看到一模一样？首先我们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真的是有人亲手花时间做出来的东西，但同时也有很多商家是靠着手工定制的理由去通过机器批量生产，而并非亲手制作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让游客以为自己买到的是独一无二的商品，还会让人觉得价格高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你再仔细看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很多看似独特的设计网上也能买到。换句话说，一些所谓的手工定制品只不过是批量生产出来的。我现在想想还是挺可悲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一件真正的定制品呢，通常意味着手工制作者花的时间与精力去打磨每个细节，而这些作品制作周期长，成本高，自然不会有低廉的价格。那最后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当你发现一件商品过于完美，价格却低得离谱，很有可能它不是真正的手工制作品。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纪念品，就是带上本地限定这4个字，让你必须在当地才能买到这里有的特色产品。在很多景区里的商家只是把一些普通的商品印上了景点的名字，同样的马克杯和徽章，换个城市名还能继续卖。你可能在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下买了一只带有巴黎这2个字的马克杯，结果到了意大利又发现同样的马克杯，只不过换成了罗马2个字。这种设计不仅减弱了商品本身的纪念价值，还让我们对于旅游中的特色
色商品产生误解，以为带回家的是这座城市的记忆，但其实只是流水线上制作出来的纪念品。另外是我观察到的事实，就是很多人会为了好看的限定产品专门飞到国外去购买，尤其是像日本和韩国这种现象是尤其可见。比如每年的樱花季，日本会推出各类樱花主题的限定商品，从饮料、零食到护肤品，包装都特别的精美。那说到底，真正的旅行呢，是去体验生活，感受文化，而不是舟车劳顿折腾一顿之后，只为买到一件别人没有的东西。不如把这些钱和时间花在能真实提升旅行体验的地方上。最后一点要讲的也是尤为重要，对于我们在景区里面购买的纪念品，我们常常会将商品的价格和价值混淆起来，这一切都源于景区的独特性。同样是一个普通的杯子，在景区商店里可能要花费数倍的价格，明明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物品，到了景区就被附上了情感价值。那我们作为游客，甚至会觉得高出几倍的价格很正常，仅仅是因为它在景区出售的商品。这种现象呢，其实说明了我们在旅游过程中更愿意为情感而非实用性的物品付费。一旦我们在旅途中不断收集纪念品带回家，每一件买回来的东西呢，都需要找到存放它的地方，而原本整洁的家里就会被这些物品塞得满满的。这正是我常说的，物品占据的不只是空间，更是我们的生活质量。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，以往我在任何景区商店里买过的纪念品已经通通被我处理掉了。是啊，没错，每次看到这件实体的纪念品能让我回想到旅游过的国家，但除此之外还能给我带来什么呢？实际用途微乎其微，而且随着你去过的地方越多，很多的纪念品只是会被你遗忘在角落里。想要真正记住一段旅程，不是靠一个带着景点 logo 的冰箱贴或者是一件 T 恤，而是那些你在旅途中经历的感受、见过的风景、遇到的人，这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旅行回忆。好啦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的内容。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给我。如果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不要忘记关注，也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